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赵丽颖新剧官宣杀青，影帝家事后超绝阵容，年代基建题材未播先火。赵丽颖这2年可以说电视剧、电影全面开花，演电视剧有风吹半夏拿到飞天奖、金鹰奖最佳女演员，电影凭借第20条拿到百花奖最佳女配。可以说，赵丽颖早已完成转型，从偶像剧女演员转型到实力女演员赛道了。她用风吹半夏、幸福到万家证明自己，现实主义题材她也驾轻就熟。2025年5月1日，由赵丽颖主演的现实主义题材，聚焦改革开放初期温州龙岗市农民白手起家，在滩涂上建设现代化城市的纪实剧《造城者》官宣杀青。故事改编自朱晓军的小说《中国农民城》，讲述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平海县为了加快发展，决定在鳌江入海口设立东港镇。赵丽颖饰演的基层干部李秋平，黄晓明饰演的改革先锋郑德成，能力个性突出，被委以重任。2个人秉着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借助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央1号文件，找到了改革的办法，带领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没用国家1分钱的情况下，以集资合伙的创举，在滩涂之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这是一段从无到有的造城奇迹，更是中国建城史上的一次壮举，几十万农民的命运因此得以改变。李秋平、陈德成、解春来、陈雪梅等造城者敢想敢干，敢为人先，在阳光灿烂的80年代谱写了华丽的篇章。故事不仅充满真实性与传奇性，更兼具浪漫主义色彩。赵丽颖在剧中以短发造型出演基层干部李秋平，角色弧光是从青涩到成熟，在时代背景里通过具体故事落地。而黄晓明演绎一个务实敢拼的书记郑德成。为了演好角色，黄晓明提前研读80年代公务员档案，做足功课。黄晓明虽然在网络上口碑一般，但是他的演技确实没话说，只要他不去演霸总，那么他就一个好演员。当年《中国合伙人》一部电影，黄晓明拿下金鸡百花华表3料影帝。其他演员方面，还有陈明昊、朱媛媛饰演改革先锋，秦俊杰特别主演记者杜涛，耿乐、于艾磊特邀出演，另有张国强、刘薇薇、韩浩林等实力派加盟，构成戏骨云集的豪华阵容。以赵丽颖饰演的基层干部李秋平和黄晓明饰演的改革先锋郑德成为核心，展现基层干群协作推动城镇化建设的奋斗历程，强调人民城市人民造的理念。时代背景再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2大奇迹之一——浙江龙岗农民自主造城的创举。通过集资建成、滩涂造楼等真实事件，凸显中国农民的智慧与韧性。导演孙浩代表作《庆余年》，他能拍得出人物弧光，镜头细腻。而编剧袁克平代表作有《大江大河》，厚重的历史剧广受好评。这2个人联合打造故事，再加上服化道高度还原80年代质感。5月1日发布的杀青短片中，有烟火气，有生命力，充满着感动与热血。大家热火朝天地扛工具去滩涂，在滩涂上艰难前行，有吵架，有质疑，有决裂，有迷茫，有热血，前仆后继，历尽千帆，理想不灭，让滩涂开出花。几年前樱桃演完《温州一家人》鸡毛飞上天，让很多人知道了温州商人、义乌商人的精神。这一次，剧组把温州龙岗改成了粤海，讲述温州龙岗市在改革开放下不用国家拨款，仅靠人民硬生生在滩涂造出一座城，凸显温州龙岗人的智慧与韧性，也让观众看到改革开放下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另一件奇迹。哇！赵丽颖、秦俊杰2搭造成者赢麻了，
诚意机会来了。10年前青云志热播，成为一代仙侠迷的共同记忆。赵丽颖和秦俊杰那时还是青涩的青年演员，用实力征服了观众。10年后，尽管他们的事业和人生各自经历了不同的起伏，却在新剧《造成者》中再度携手。这一次，秦俊杰不仅站到赵丽颖身后，更占据了 C 位，这让不少人不禁发问：这是回归巅峰的号角，还是娱乐圈惯有的资源分配潜规则？背后又有哪些不可告人的故事？秦俊杰在娱乐圈的起伏人生，绝对可以用昨天还在云端，今天就掉进胡辣汤里。一场与杨紫分手的风波，几乎让他陷入了长达数年的沉寂。虽然期间他接了一些作品，但观众对他的关注却难以回到从前。而赵丽颖却一路开挂，无论是演技还是人气，都始终保持顶尖。今天《造成者》公布主创阵容时，秦俊杰以男主 C 位出现，这本身就是一种宣告。但问题来了，秦俊杰究竟凭什么再度走到聚光灯下？是实力归位，还是靠过往的关系站到了这个位置？这些问题让社交媒体的讨论炸开了锅。回顾秦俊杰的事业历程，他其实一直是一个稳扎稳打、低调的演员。从青云志到几部历史剧，他在小荧屏上的表现都中规中矩。娱乐圈从来就是一个看心跳的地方，没有流量和话题的演员，就像无风的帆船再难起航。但不管谁有意见，都一点没错，造成者导演最终选择了他。而赵丽颖作为双重爆款加持的超一线明星，与他二搭，也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不少网友对此纷纷表示，没有绯闻，专注演戏的好演员真不多了，秦俊杰算一个。有人甚至调侃，说不定赵丽颖就是圈内的伯乐，她的剧能捧红搭档。但另一边也有人质疑，胡辣汤那段风波还历历在目，他能撑起一部剧的男主角吗？这种争议让造成者从角色设置就带上了关注度。或许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操作，恰恰推动了秦俊杰的重生。造成者的曝光并没有带来一边倒的欢呼，与其他演员的搭档相比，秦俊杰的加入反而引发了许多怀疑。质疑者普遍认为，秦俊杰无论演技还是人气，都很难和赵丽颖匹敌，会拖累整部剧的节奏。还有人猜测，这背后可能涉及一些深层次的利益交换。虽然这样的猜测并无实锤，但也反映了一种心理，资源倾斜背后总有很多看不见的规则。而支持者则认为，不论如何，秦俊杰毕竟是个清流般的存在，至少没有过多绯闻缠身，这一点再怎么挑剔都挑不出毛病。这样的好印象为他增加了不少人气。表面上，舆论看似逐渐平静，但暗流并未消失。一些娱乐博主开始复盘秦俊杰过去几年的作品，试图证明他并不是无能，只是市场环境对他并不友好。而有人则对这种分析不以为然，认为论演技，娱乐圈找出几十个更优秀的，秦俊杰这个二搭简直莫名其妙。在这样的背景下，造成者官宣并未拉动观众的期待值，反而让一些网友选择观望。当海报正式公布后，剧情的转折点来了。事情并不如看热闹的网友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有媒体爆料称，早在造成者筹备阶段，秦俊杰就给导演组展示了自己多年的积累，包括自己角色解析能力和执行力。而且他在试镜环节中的表现成功打动了跟组导演。一位造成主题领域的编剧甚至表示，他对角色的理解和敬业态度远超我们的预期。这一消息曝光后，对于秦俊杰的质疑被逐步压下，而赵丽颖的加入更像是一次核弹效应。回顾他的选剧眼光，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幸福到万家到野蛮生长，
他几乎每次都能让作品兼具话题度和质量。他和秦俊杰的再度合作虽然令人意外，但也让一些观众产生了极大的期待，猜测难道这是一次深藏功与名的爆款布局？这时候，人们开始注意到前文中几乎被忽略的线索：秦俊杰并非赵丽颖唯一二搭的男演员，但这一次能再次站上舞台，似乎有着某种特殊意义。而这背后的社交生态和资源关系也逐渐显露出来，赞美和关注度的热情也激发出了新的潜在危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娱乐圈里的匿名账号开始转发疑似黑料，意在再次将秦俊杰推回风口浪尖。有举报帖称，秦俊杰当下的崛起很大程度还是依靠关系，而非靠实力。这种突然出现的障碍让他的新剧宣传陷入了一些被动，与此造成者的制作方似乎也遇上了麻烦。为了让这部戏更贴合观众口味，编剧团队不惜多次修改剧本、删改角色背景。这种调整背移是为了迎合明星搭配而非剧情逻辑，导致部分原本支持的粉丝开始动摇。网络上的分歧越发激烈，两方观点一时剑拔弩张。赵丽颖方面虽然依然保持风平浪静，但她的粉丝似乎也对资源是否浪费在秦俊杰身上感到忧虑。不少粉丝表示看剧还得耐着性子等秦俊杰证明自己，真的值得吗？从某种程度上，这件事的争议点不仅聚焦在秦俊杰本人的实力上，更隐含了娱乐圈的一种现状：无论你曾有过多低的谷底，只要时机成熟，便有可能逆袭上位。但这样的规则对那些勤勤恳恳却没资源可用的演员是否公平？戏内戏外似乎都绕不开一个话题：谁是决定资源分配的真正规则制定者？是资本？是流量？还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眼光独到的编剧与导演？而这样的生态会让人才发展更加透明，还是更加封闭？这恐怕是娱乐圈的万年难题。你怎么看秦俊杰和赵丽颖的二搭？会是带领他重新起飞的契机，还是一次注定失败的冒险？又或者，你觉得程毅是否更适合与赵丽颖合作，打开新篇章？欢迎评论区畅聊，我们期待你的观点。